今天分享10个以收纳为主的 3D 打印小工具。这10个的模型都是免费公开的，可以在拓竹的 APP 上去搜索到，并且直接用 APP 去打印。这也是我打印出来一直在用的一些工具。这里面大部分都是非常好用的。现在来一个个看一下。第一个是电池的一个收纳盒，这个打印出来是不用去组装的，它打印出来就是一体式的，包括这些看起来是组装在一起的零件，但其实是不用组装的。我们日常可见的电池都可以进行一个收纳，因为这些电池放在抽屉里都是会非常的凌乱，这时候我们再去用一个收纳盒去把所有类型的电池都给它收纳进去。如果有其他类型的电池，可以放在这2个仓里面，然后我们直接盖住，非常的稳固。它这里是有高低区分的，可以不让电池在里面有过多的晃动。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空间。第二个是一个滑盖式的螺丝小零件类的收纳盒，也是非常牢固。我是在这里增加了磁铁，这2个磁铁就够了，同时这2边也有磁铁。有一个自动的吸附效果，它的上板是紧密贴合住这个的，所以这里面的东西并不会串位，用起来还好，可以直接就能拿得到。但我觉得它相比这个还是这个更好用一些。这个呢就是分体式的一些收纳盒。我目前是有高低2种尺寸的一个，当然也可以完全用高的或者低的，或者自己设计更多类型的、更多尺寸的都是完全可以的。像我这里面盛的一些小零件，这些盒子盖起来也是非常的紧。一个小细节是这里，是斜面，可以非常方便的。另外这个是需要组装的，不过组装的地方也就这一个地方。这个其实是直接用耗材丝组装的，也不用什么5金件。如果你有打印机的话，打印出来就可以直接组装。它里面是一段耗材丝，这样子的，对准孔位穿进去。对于像这种小的螺丝这一类的，直接来放进去，写一个标签。取用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，可以直接拿出来，然后也可以这样倒出来。另外一个小细节是，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倒角，这样的话，即使是剩下1-2个螺丝，正常情况在直角边是很难拿的，但是如果是它有一个倒角，是可以直接取到这个螺丝的，非常的容易。另外前面也有一些收纳功能，你不想要的话，可以把前面这一部分给去掉，那要就是处理模型了。第4个模型是一个这个线绳收纳盒，完了它进去了。看这个，它打印出来主要是这4部分，组装也是非常的方便。这2个可以直接的去拧上，然后对于这种线绳非常的难搞，如果没有一个这个东西的话，这个用起来会非常的麻烦，很容易乱了之后就很难去理了。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撑着。就是这样，这可能是一个10米长的线，然后直接从这里薅出来，这就是它的出线孔了。然后我们卡上，
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薅出来，然后去给它剪断。至于这个东西，它其实是往动动板上去固定的。但其实这个模型跟我的动动板，我的动动板是这种动动板，它是圆孔的，并不是那种长孔，所以它是不搭的，这样并不能固定上去。所以我就用它来去夹住这个线头，哎，这样就不用担心线头缩进去了。看，像这个就缩进去了。这是一卷黑线，夹在这里。这样我们不管放在哪儿，非常方便使用，不容易乱。第5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卫生纸的一个收纳盒，它可以直接的套进去。它有好几种不同的型号，非常的方便去抽。然后我是经常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的，这是我床头的一个位置，然后有我的旅行台刚好挡着它，然后就抽起来就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日常在桌子上吃饭手的右边哎，可以直接抽，单手就非常容易的操作。而且呢，有一些小的细节，这里可以看到抽纸的剩余的量。这里有3个固定孔，可以固定在墙上或者木板上等其他地方。当然，你还可以用双面胶把它粘到你想要粘的地方，完全可以。很简单一个模型，但是很实用。这2个是5金工具的一些模型，像这个是钻头。钻头的收纳也是一个问题，取用非常的麻烦，要找到一个钻头成钻头的盒，然后去找到自己的钻头。这样的话，取用拿取非常的方便，直观的看到了每一个钻头的大小，还直接拿直接用。那我们用完了也可以直接的放进去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底座太小了，这样放上去非常不稳定。我是打算把它借鉴它这个思路，把它改造一番，加一个大的底座，比如说把它和它结合起来，放在这里，把它放在它的侧面，这样子就比较好。但是这个以后再仔细去考虑一下。然后就是这个收纳盒，这个收纳盒因为我有一些非常像这种小工具，它的日常收纳也是比较麻烦的，非常容易乱，而且找到时候也非常的难找。那这个模型这个工具就非常的适合放这种小东西。这个模型它原来都是这种小方孔，后来我又在电脑上用 Bambu Studio 拓轴的这个软件把它给改了一下，就在切片软件中就可以直接修改模型。改了3个长条孔和2个更长的这个孔，这样后面呢就可以放我的这种小的剪钳和这个平口钳。不过后面这2个还是有一点点难用，因为它有很大的弹力，直接放是放不进去的，需要用手。然后这个尺寸放不进去我这个刀，美工刀，所以我就这2个就可以放在这儿，同时前面也有一些小的收纳空间。第8个是一个动动板的收纳工具，像我还有一些非常小的零件，也是非常的难收纳，就算是放在这种收纳包里，拿取也非常的麻烦。这个收纳包其实是可以放这些小零件的，我有好多个这种包，可以专门用一个放小零件。不过呢，如果放包里面就拿取非常的麻烦，可能还想不到它放在哪个包里了。那如果直观的放在外面，觉得它是非常的方便的。把一些常用的东西放在外面，然后就是这么小一个收纳盒，它就可以收纳非常多的这个零件，收纳能力是非常的强，而且就随便一放，即使放的不整洁那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样就腾出来了一大片的空间。第九个看这个吧，这也是一个动动板的收纳盒。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收纳工具，也在拓轴 APP 中可以找得到。这其实是一个眼镜湿巾的一个收纳盒。像这种眼镜湿巾买来已经2年了，一直是没有怎么用，因为它放在那儿，如果放在抽屉里非常的容易乱，像这么多小片片放在抽屉里根本不可行。如果放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，
那它就日常就用不到了。所以我就做了这个，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取用非常方便。那它放在哪儿呢？它放在抽屉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我其实动板上，这样就能更方便的去拿取使用，而且也日常也看得见，就在这儿放着。这个目测有30片以上了。第10个是这个线材的理线，相当于理线器。我已经在桌子的这个地方用了一个了，这个贴在桌子上是非常的紧。如果没有这个理线器的话，这些线非常容易乱，而且扯线的话容易把它，我上面是连了一个拓展坞的，如果没有这个理线器把这个线固定在这儿，那它拓展坞是非常容易被扯动、扯跑的那这理线器其实它提供的模型只有这一个4孔位的和6孔位的这3孔位和2孔位是我改造的，直接修改模型的，修改模型就可以添加副零件像这个2孔位的，我打算把它放在这里，因为这2根是手机的一个数据线，我经常会在这个地方去连接我的手机，那就可以把这2根线固定在这里，可以用上这个双面胶。那对我来说，把它放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，非常的紧固。这个也可以放在这里。就算没有这个东西，那这2条线直接在这儿，那从这儿到这儿这一段，最起码这一段它是不会乱的，而且这一段的话，它本身很短，再怎么乱，从这到这一段它也不会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些模型的介绍了，大家觉得哪些对你有用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同时我也会把这些模型的链接放到评论区，方便大家去找到你想要的模型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还希望能点一个免费的赞，我会非常感谢你。我们下期再见。